今天我们来拆一本书，叫《反经》。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，脑子里蹦出来的词是阴谋、权术、厚黑学鼻祖，这是大众对反经最深的一层误读。我今天要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。这本书不是写给皇帝看的，不是写给江湖骗子看的，他真正的读者是被夹在中间那群人，上面有老板压着，下面有团队拽着，左边有同行盯着，右边有家人等着，每一边都在消耗你，每一边都觉得你还差一点。反经就是写给这群人的逆向决策手册。专治一种病，按规矩做事，却越做越死。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？公司开会，你提了一个最扎实的方案，数据闭环，逻辑自洽，结果最后拍板的是隔壁那个嘴皮子利索， PPT 做得花里胡哨的表演艺术家。你连续加班3个月交付的项目，绩效打了个 B， 那个天天在群里转发鸡汤，从不动手干活的同事，绩效拿了 A。 你回家路上翻来覆去想了一整夜，问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。你没做错，你只是用了一张过期的地图在走路。你读的那些书告诉你，做人要正直，做事要踏实，是金子总会发光。这些话本身没毛病，但他们描述的是世界应该有的样子，而反经要告诉你的是这个世界实际运转的样子。这中间的落差，心理学上叫控制错觉。你以为把自己该做的做到位，结果就会按你的剧本走。可现实是，决定结果的从来不是你干了多少活，而是上面那个人在关键时刻选择相信谁。所以反经开篇第一句就很冷，正是给天下看的，反才是留给自己用的。这就引出了第一个认知翻转。你以为读经典是为了变得更高尚，其实反经要教你的是高尚的代价是什么。他不劝你放弃高尚，他只是让你在做好人之前先把这笔账算清楚。你为高尚预留了多少成本，你能扛住多大的亏损？如果你扛不住，就别把我是好人当免死金牌。这是一本教你对账的书。你以为不要脸是道德沦丧，可在作者赵蕊眼里，那是一种经过精密计算的成本管控。什么意思？一个职场老实人被领导当众训斥，他的第一反应是辩解、委屈、想辞职。他消耗的是情绪成本、健康成本、自尊成本。这一顿批评他可能要消化整整2个礼拜。而另一个人当场低头认错，转身回工位继续干活，晚上照常吃饭睡觉。他的成本仅仅是脸上挂了3分钟的难看，谁更划算？赵蕊说，真正的强者是把脸当作可消耗资源来管理的人，该用的时候大方用，该丢的时候别犹豫。脸是工具，不是身份。把脸当身份的人，被羞辱一次就垮一辈子。把脸当工具的人，丢了1000次还能再长出来。这就是反经最冷的底色。他不告诉你应该做哪种人，他只告诉你这2种活法各自要付什么代价。我们今天的中层最大的困境是什么？是被2套话术同时绑架。一套是父母教的老实做人，一套是公司早会喊的狼性文化。你以为这2套是对立的，必须选边站，结果站哪边都难受。赵蕊1300年前就看透了，他说你不用选，你要做的是根据场景，在2套话术之间自由切换。这不叫2面3刀，这叫反脆弱。把镜头拉回唐朝，大唐开元年间，长安城最热闹的时候，杜甫还在飞宝，李白刚刚长大。但我们故事的主角不在长安，他在剑南道梓州的一座山里。这个人叫赵蕊，他不是科举出身，也不是世家子弟。朝廷几次请他出山做官，他都拒了。他选择在山里盖一间小屋，自己种地，自己读书，自己写一本后来被朝廷列为禁书的书。
那年秋天来得早，山里夜凉，风从竹林掠过，带着湿气。他屋里点着一盏豆大的油灯，灯芯偶尔噼啪一声。桌上一摞粗糙的麻纸，边角已经卷起来了。砚台里的墨半干半湿，他写的不是诗，不是文章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过的局。历朝历代，谁算计谁，谁怎么死的，谁怎么活下来的。他不评价对错，只把每一个局从正反两面各拆一遍给你看。他知道这本书写出来，主流不会接受，因为主流需要的是忠君爱国、君子坦荡荡，而他写的是这些漂亮话背后那看不见的成本账。他大概没想到，1300年后，在另一个时代，有一群被 KPI 追着跑、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，在写字楼里加班到深夜的人，会从他这本书里读到自己，读到那种做了所有该做的事却还是输了的不甘，读到那种看清了局却不能说的孤独，也读到一种笨办法之外的活路。记住这句话，正经教你怎么做人，反经教你做了人之后怎么不死。两本书都要读，但顺序不能错。接下来我们走进反经最锋利的3刀。第一刀，劈向你身边那个零差评的同事；第二刀，劈向你心里那个道德高地的执念；第三刀，劈向你最害怕的那个词——中年。先看第一刀。反经开篇10人卷里埋了一个判断：最危险的人，从来不是当面跟你撕破脸的人，而是所有人都说他好的人。赵蕊把这句话放在最前面，他不是在讲道德，他是在讲风险评估。很多人以为反经的10人术是教你辨别坏人，这是第一层误读。赵蕊真正想告诉你的是，怎么识别完美的人。坏人有破绽，你能防完美的人没有破绽，你防不住。我们用一个案例来拆这把刀。这个案例赵蕊在书里反复提及，王莽打破成见。很多人以为王莽只是一个篡位的乱臣贼子，历史书上一笔带过。如果你只看到这一层，你就错过了赵蕊最狠的那一刀。赵蕊说，王莽不是坏人变的，他是圣人变的。这个判断比任何道德批判都更有杀伤力。先看档案，王莽出身西汉外戚王家，家里7个叔伯，6个封侯，一个做大司马，整个家族是长安城最顶级的权贵俱乐部。但王莽这个人特殊，他爹死得早，家里没分到实权，他过的是一种你可能很熟悉的穷亲戚生活，住在豪门里，吃穿不愁，可处处低人一等。逢年过节，兄弟们穿新衣，骑新马，他穿着打补丁的旧袍子，牵一头瘦驴。这会塑造什么性格？心理学上叫相对剥夺感。你不是真穷，你只是身边的人都比你富。这种感觉比绝对贫困更折磨人。他会把一个人推向2个极端，要么彻底躺平自暴自弃，要么走向精密的自我管理。王莽走了第2条路。他做了什么？他成了整个王家最孝顺的孩子，最勤奋的学生，最简朴的青年。母亲生病，他亲自熬药，衣不解带。叔叔王凤病重，他守在床边，连头发都顾不上梳。家里来客人，他永远站在最边缘的位置，微笑着倾听，不发表意见。朋友送他名贵礼物，他转手分给家里下人。他自己永远那一件旧袍子，一双旧鞋。长安城里都传王家有个孩子不像王家人。现在看核心动机，王莽的底层驱动力不是我要做圣人，而是我要让所有人都相信我是圣人。这2件事差1个字，差之千里。前者是修行，后者是表演。可怕的地方在哪儿？他自己分不清这2者的区别。他演到最后，自己都信了。他不是在伪装，他是在自我催眠。这是赵蕊看人最毒的地方。他不说王莽是伪君子，他说王莽是弄假成真的伪君子。
把王莽放到今天，他是谁？他是你公司里那个零差评的同事，早上最早到，晚上最晚走，从不参与八卦，从不在群里发牢骚。所有同事过生日他都记得，所有领导讲话他认真做笔记，所有团建他第一个报名，最后一个离开，年终评优全票通过，他从不抢功。你做的项目他主动给你署名，他从不甩锅，出了问题他主动揽过去。你觉得他完美的不像个人，赵蕊会告诉你，他确实不是人。人是有七情六欲的，人是会累的，人是有私心的。一个把自己活成道德雕像的人，不是没有私心，他只是把私心藏到了你看不见的地方，而藏得越深的私心，爆发时威力越大。继续看王莽的故事，他38岁升任大司马，相当于今天的最高行政长官兼国防部长。按理说，到了这个位置该享受了吧？没有，他更圣人了。他把俸禄的一大半拿出来分给名士和穷亲戚。他儿子王霍因为打死了一个家奴，被王莽逼着自尽谢罪。注意这一笔，一个父亲逼自己儿子自杀，只为向天下证明自己大义灭亲。天下人哭了，说王公真是圣人，连儿子都不放过。赵蕊在反经里冷冷写了一句，一个连儿子都能牺牲的人，他还有什么不能牺牲的？这句话翻译成现代职场语言就是，当一个人为了人设可以牺牲掉他最该保护的东西时，他就一定会牺牲掉你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那个为了在领导面前表现原则性，当众把下属骂到哭的中层管理者，那个为了证明自己公正，在会议上专门挑剔自己最铁兄弟毛病的科长，那个朋友圈晒加班到凌晨晒了300天，却把生病住院的妻子扔在医院的奋斗者。他们都在做一件事，用最亲近的人给自己的人设买单。这种人最可怕。你以为他对自己人都狠，对外人怎么会软？其实正好反过来，他对自己人狠，是因为自己人不敢反抗；他对外人温和，是因为外人是观众。要哄王莽接下来的事，你大概能猜到。汉平帝9岁登基，14岁突然死了。死之前身边只有王莽，死因没有定论，但反经记下了一个惊心的细节：王莽在汉平帝死前专门为他祈福，说愿以身代之，写了祈祷文，密封在金柜里，供奉在宗庙。这个动作熟不熟悉？这就是今天职场上最高级的一种话术，预先免责。出事之前先把姿态摆到极致，万一出事，众人第一反应是，他都这么说了，肯定不是他干的。汉平帝死后，王莽立了一个2岁的孩子做太子，自己做假皇帝。又过几年，连这个戏都不演了，直接受禅登基，改国号为新。从长安最孝顺的孩子到改朝换代的开国之君，他用了30多年，30多年只演一个角色。赵蕊评价这件事只用了8个字：久驾而不归，伪极而忘真。什么意思？把虚伪积累的久了，就变成了真实。虚伪到了极点，连他自己都忘了什么是真。这就是反经最深的一刀。他不是批判王莽是坏人，他批判的是，一个人可以通过长期表演，把自己彻底变成另一个物种。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你现在所在的公司、所在的部门、所在的项目组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？他可能比你早进公司2年，他可能就是大家嘴里的老好人，他记得每个同事的生日，从不跟任何人红脸，在领导面前永远是那副诚恳求教的低眉顺眼。你跟他合作3年，根本不知道他真实的想法。你跟他吃过几十顿饭，都不知道他真实的喜好。你以为这是修养？赵蕊会告诉你，这是城府。一个人对你越透明，他对你越没有威胁；一个人在你面前越完美，他离你越远。
那反京教你怎么办？难道教你也变成王莽？不是，赵蕊的方法叫察其所安，4个字，什么意思？不要看一个人在镜头前怎么样，要看他没有镜头的时候怎么样。不要看他对老板怎么样，要看他对那些对他没用的人怎么样。不要看他做对事的时候怎么样，要看他做错事之后第一反应是什么。具体到职场，你记住3个观察点。第一，看他怎么对待餐厅服务员、保洁阿姨、保安大叔，这些人对他的 KPI 没有任何贡献，他对这些人的态度才是他真实的人格底色。第二，看他回消息的延迟差，对领导秒回，对评级1小时回，对下属隔天回，这种延迟差异是一个人事力程度的精确刻度。第三，看他喝多了之后说的话，酒精会卸下防御，一个滴水不漏的人喝多了，要么彻底失控，要么更可怕，还是滴水不漏，后者才是真正的高手，你这辈子都看不透他。这3招是反京察其所安在现代职场的翻译，你不需要去针对这种人，你只需要在心里给他打一个标签：风险等级高，信任额度低，合作距离远，不撕破脸，但也不交底。你跟他可以一起做项目，但你不会跟他分享你的真实困境。你跟他可以一起吃饭，但你不会在饭桌上吐苦水。你保持职业距离，保护好你的核心信息。这就是反京的智慧，它不让你变得阴暗，它只让你对世界的复杂性做好准备。记住一句话，真正的人际安全不是相信所有人都是好人，而是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，而你绝不要成为别人的代价。第1刀劈完了，他劈向的是识人，具体来说是劈向那种过度完美的危险性。接下来第2刀更狠，他劈向的是你内心最舍不得放下的东西，道德高地。你以为站住了道德高地你就赢了，赵蕊会告诉你，大多数时候道德高地是一座坟墓，谁埋在那座坟里？那个叫西楚霸王的项羽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跟同事争执，你明显占理，可最后吃亏的是你。跟老板提意见，你说的全对，可被边缘化的是你。跟客户谈判，你坚持原则，可丢单的是你。你躺在床上反复想，我没错啊，我怎么就输了？赵蕊在反京里给了你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很难听，因为你赢的是理，输的是局。理是抽象的，局是具体的。理可以争一辈子，局只在一瞬间。为了把这件事讲透，赵蕊用了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场对决——楚汉之争，打破成见。很多人以为楚汉之争是英雄项羽对决草根刘邦，这是被2000年戏剧文学反复美化的版本。如果你只看到这一层，你就错过了赵蕊最毒的那一笔。赵蕊说，楚汉之争不是英雄对草根，而是贵族范儿的人设对决流氓式的实用主义，结果是流氓赢了，赢得干净利落，赢得毫无悬念。先看项羽的档案。项羽，楚国名将，项燕的孙子，出身6国旧贵族最顶级的那一档，身高8尺，力能扛鼎。24岁起兵，26岁成了诸侯联军的实际盟主。巨鹿一战，破釜沉舟，9战9捷，把秦军主力打得片甲不留。那一战之后，各路诸侯进帐拜见他，没有人敢抬头看他的脸。这是什么级别？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踩着整个秦帝国的尸首，站在历史的巅峰。再看刘邦沛县人，父亲是普通农民，起兵前的正式身份是泗水亭长，相当于今天的乡镇派出所副所长。他不读书，不种地，爱喝酒，爱赊账，中年还没娶上老婆。他的核心交际圈，屠夫樊哙，车夫夏侯婴，吹鼓手周勃，监狱看守曹参，
全是基层公务员和小混混。如果让你在这2个人里选一个做老板，你会选谁？9成人会选项羽，而这就是赵蕊要拆解的第一个错觉。看核心动机，项羽的底层驱动力是：我要做一个值得被歌颂的英雄。刘邦的底层驱动力是：我要活下来，然后赢。这2件事看着差不多，差的是整整1个维度。前者是把自己当作品来雕琢，后者是把世界当棋盘来下。前者在乎的是我做的事配不配我，后者在乎的是这步棋能不能让我活到下一轮。我们用反经的视角，把楚汉之争最关键的几个回合重新算账。第一笔账，鸿门宴，故事你都熟了。刘邦先入关中，按楚怀王的约定，他应该称王。项羽40万大军压境，设宴款待。范增3次举玉，暗示动手，项羽都装看不见。项庄武建议再沛公，最后刘邦借口上厕所溜了。传统解读是项羽妇人之仁，错失良机。赵蕊的解读不一样，他说项羽不是不忍心杀刘邦，他是杀不下手，因为他还想做光明磊落的西楚霸王。什么意思？项羽心里有一根秤，上面刻着一行字：英雄的事要用英雄的方式做。请客吃饭时杀人，在他心里不是赢，是脏，是会让后世史官笑话的，是会让他配不上霸王这2个字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人设的成本。项羽为了维护人设，愿意付出放走最大对手的代价。而刘邦在那场饭局上做了什么？他先郑重向项羽道歉，姿态放到最低。被质问想称王，他立刻反应：我哪敢呢？都是小人离间。一句话把自己摘干净，把锅甩给小人。然后他借口上厕所，连招呼都不打就跑了。刘张良善后，你品品。鸿门宴结束后，项羽阵营的议论是：沛公真是识时务的人。刘邦阵营的议论是：主公保住命了。项羽的收益是面子，刘邦的收益是命。这就是赵蕊说的对账，把每一个动作背后的真实收益和真实成本核算出来，你会发现看起来输的那一方可能赢了真正重要的东西，看起来赢的那一方可能在透支未来。第二笔账，荥阳对峙，楚汉相持到中段，刘邦被项羽围在荥阳，粮道被断，城里快撑不住了。项羽押来一个人，刘邦的父亲刘太公，他支起一口大锅在城下喊话：刘邦，你再不投降，我就把你爹煮了。按所有正常人的反应，这时候刘邦应该崩溃求饶，至少应该表现出一丝痛苦。刘邦怎么回的？他笑着喊回去：咱俩当年结拜过兄弟，我爹就是你爹，你真要煮咱爹，记得分我一碗肉汤。这句话历史上有个专门的名字，叫分我杯羹。你第一次听到这话什么反应？第一反应是这人是禽兽。第二反应，如果你冷静下来，把自己带入项羽的位置，你会发现他没法接招了。杀刘太公，他就是杀人质的暴君，人设破产。不杀，刚才那通威胁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脸，要继续打仗，他还得分兵看守这个老头，后勤压力反而更大。刘邦用一句不要脸的话，把项羽逼进了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死局。最后项羽真的没杀，范增气得拂袖而去。赵蕊点评这一笔，刘邦把父子之情这个最被儒家推崇的软肋当场切断了。这是他作为一个流氓最锋利的武器，他没有软肋。没有软肋的人在博弈里几乎无敌，因为你能威胁他的所有筹码，在他这里都不算筹码。翻译成现代场景，你跟同事撕破脸，他威胁你说再这样我就去跟领导告状。一种活法是你赶紧息事宁人，陪笑脸送下午茶，这是有软肋的活法。你的软肋是怕被领导知道你跟同事不和。另一种活法是你直接说，
那你去吧。不送，我桌子在这儿，办公室在这儿，你随时去。这是没有软肋的活法。有软肋的人被人拽着走，没有软肋的人自己走。注意，赵蕊不是劝你做没有底线的人，他是让你清醒的知道，你的每一条底线都是别人手中的筹码。你愿意在多少件事上设底线，你就在多少件事上把谈判主动权交出去。第3笔账，韩信。韩信投奔刘邦之前，先投奔项羽，在项羽手下做执戟郎中，说白了就是站岗的卫兵。韩信几次献策，项羽听都不听。后来韩信跑了，投了刘邦，萧何月下追韩信，刘邦直接拜韩信为大将军，一个站岗的直接做到3军总指挥。为什么？很多人以为刘邦是实才，这是表层。赵蕊的解读是，刘邦不是在实才，他是在做投资。什么意思？项羽看人是看配位，一个人要做多高的位置，得有多深的资历，多硬的出身，多漂亮的履历，这是贵族思维。刘邦看人是看杠杆，这个人现在不值钱，如果我把他拉到一个值钱的位置上，他能撑住吗？撑得住，我用一笔小额投资博一个大回报；撑不住，我损失也不大，反正他原来也不值钱。这是风投思维。项羽的人才观是严选，刘邦的人才观是撒网，一个怕用错人，一个怕漏掉人。你猜哪家公司活到了最后？今天的职场有大量项羽型管理者，他们对下属的标准苛刻的不像话，学历要985，经验要5年起，性格要稳重，执行力要强，沟通能力要好。每一个候选人他都能挑出3个毛病，结果是什么？他的团队永远招不到人，永远在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行，永远在加班，因为新人留不住，老人累成狗。隔壁那个刘邦型管理者呢？他招人标准很简单，这个人有一个亮点就行。亮点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。然后他给这个人一个具体的小任务，看他做得怎么样，做得好加任务，做得不好换岗位。3年下来，他团队里有从快递小哥转过来的销售总监，有从客服转过来的产品经理，有从前台转过来的项目经理。赵蕊会告诉你，刘邦的胜利不是个人能力的胜利，是组织弹性的胜利。如果项羽活在今天，他是谁？他是那种履历完美、人设光鲜，却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精英。名校毕业，大厂出身，做 PPT 行云流水，做总结金句不断。但凡进入非常规状态，客户突然变卦，团队内部内耗，项目要砍预算保命，他就僵住了。因为这些情况不在他的剧本里。如果刘邦活在今天，他是谁？他是那种简历不出彩，饭局上能聊2句，关键时刻拍板特别狠的中小企业老板。他不懂技术细节，但他知道用谁。他不会做 PPT， 但他能用大白话把战略说清楚。他没读过 MBA， 但他知道这笔生意能不能做，只需看一眼对方的态度就明白。你愿意给项羽打工，但你不愿意把女儿嫁给项羽。你不愿意给刘邦打工，但你愿意把女儿嫁给刘邦，因为你知道跟着他饿不死。这就是赵蕊的第2刀，他劈开的是我们对道德高地的迷信。道德高地不是不能站，是不能站着不动。你可以暂时站上去，姿势做足，然后该下来的时候赶紧下来。最可怕的是你站上去之后舍不得下来了，你开始消费这块高地来支撑你的虚荣，你开始用我是个有原则的人来麻痹自己，你开始把我站着理等同于我会赢，最后你发现你站在高地上饿死了，而山下那个不要脸的已经把整个王朝建好了。这是反经最难听也最真实的一句话。理是讲给赢家听的，失败者只配讲教训。
看刘邦称帝之后，司马迁怎么写他。《史记》里刘邦的形象一点都不高尚，爱骂人，爱占便宜，爱在儒生帽子里撒尿。但司马迁不得不写他，因为他赢了。而项羽呢？项羽到死都还在乌江边上跟心爱的女人告别，跟了8年的乌堆马诀别。他唱着力拔山兮气盖世，他说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他到死都觉得自己没错。赵蕊评价此事，留下了反经里我个人觉得最锋利的一句话：禹至死不知胜败之分，在辅不在剑。辅是什么？是那口刘邦说分我杯羹的锅。剑是什么？是项羽8年征战所向披靡的兵器。项羽到死都以为决定胜负的是手中的剑，可早在荥阳那一天，胜负就已经定了，定在他没办法把刘邦那句不要脸的话接住的那一刻。记住一句话，没有人是败给对手的，都是败给自己舍不得放弃的东西。第2刀劈完了，他劈的是道德高地的执念，接下来第3刀要劈到很多人最害怕的那个领域，中年。中年是什么？中年是你不再有资格放飞自我，中年是你身后站着一家老小，中年是你被领导骂了不能辞职，被下属顶撞了不能发火，被客户欺负了不敢翻脸。赵蕊会告诉你，中年人的护身符只有一个，叫不要脸。谁把这3个字发挥到了极致？那个叫司马懿的男人，你今天35岁了，或者40岁，或者更大一点，打开招聘网站，发现大部分岗位第1行写着35岁以下。你回到办公室，发现新来的实习生比你年轻整整10岁，工资比你刚入职时还高。你回到家，孩子要补课费，父母要医药费，房贷还有20年。你看一眼镜子，发际线比上个月又退了半厘米。你有没有过某个瞬间想把电脑一关，辞职信一拍，跟老板说一句大不了我不干了？肯定有，但你没干。你坐回工位，把那口气咽下去，继续打开 Excel， 继续写 PPT， 继续在群里回复收到，马上办。那一瞬间你恨自己，你觉得自己懦弱，你觉得自己活成了年轻时最讨厌的那种人。赵蕊会拍拍你的肩膀，告诉你一句话：你不是怂，你是在装，而装是中年人最高级的本事。为了把这件事讲透，赵蕊举了反经里他最推崇的一个案例：司马懿打破成见。很多人以为司马懿是诸葛亮的对手，三国的最终赢家，顶多加上老谋深算4个字。如果你只看到这一层，你就错过了赵蕊最深的那一笔。赵蕊说，司马懿这个人赢的不是智谋，他赢的是耐性，而耐性的本质就是把脸这个东西降到最低权重。档案画像，司马懿，河内温县人，出身世家大族，司马家在当地是顶级门阀，年轻时号称聪亮明允，刚断英特，意思是这个人极聪明，极果断，极有才气。20多岁的时候，曹操就听说了他，让他出来做官，他不去。为什么？司马懿心里清楚，曹操是什么人，是那个一句话杀孔融，因一篇文章杀祢衡，因梦中杀人就杀进士的男人，在曹操手底下做官，才华越横溢，死得越快。那他怎么办？他选了一个我们今天听起来非常不要脸的办法，装病。一装就是整整7年。7年什么概念？7年，你的同辈已经升职加薪3轮了。7年，你的同学已经买房买车生了2胎。7年，你的弟弟已经超过你了，你的兄弟已经看不起你了，你父亲见到亲戚已经不愿意提你的名字了。7年里，司马懿在哪儿？他真的躺在床上，家里来客人，他装作起不来，逢年过节，他装作说不出话。有一次曹操派人突袭检查，他甚至能装到什么地步？下人在他身边把书晒到院子里，突然下大雨，
他作为一个瘫痪病人，条件反射地跳起来收书，结果被一个婢女看见了。司马懿当场把那个婢女灭口，这是他装病期间唯一一次破功，代价是一条人命。我不是在渲染暴力，我是在让你看清他对装这件事的认真程度、核心动机。司马懿这个人的驱动力很简单，只有4个字：先活下去。不是先做什么，不是先成什么，是先活。活是一切的前提，没有这个前提，智谋是零，才华是零，理想抱负是零。这是赵蕊一再强调的观念。中国读书人最大的病是太在乎我现在是什么，而忘了你必须先活到下一个循环，才有资格谈你是什么。这是中年人最该补的一课。很多人到了中年，还在用年轻人的逻辑活着。年轻人的逻辑是什么？是我宁可清白的输，也不要肮脏的赢；是我不爽就翻桌子；是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这个逻辑年轻时没问题，因为你输得起，但中年了你输不起。你身后站着一家老小，你的每一次翻桌子，代价都不是你一个人付的，是你妻子要陪你搬家，是你孩子要陪你转学，是你父母要陪你节衣缩食。赵蕊说，中年人的脸不是给自己留的，是给身后那些人留的。可中年人的不要脸也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不让身后那些人替你的脸买单。这句话你慢慢咀嚼，继续看。司马懿7年装病，他熬走了什么？他熬到了曹操的猜疑期过去，他熬到了曹操开始用他，但又不重用他。他熬到了曹丕跟他成了铁哥们，他熬到了曹丕登基，他被任命为尚书，然后他继续熬，熬过曹丕，熬过曹睿，熬过曹芳，熬到了70岁。70岁了，你以为他终于可以放心了？不，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次庄发生在70岁那一年。他的政敌曹爽把他架空了，所有军权、行政权都在曹爽手中。司马懿被授予一个虚职太傅，听起来尊贵，实际上等于退休。曹爽不放心，派心腹李胜以去荆州赴任为名，顺路探望司马懿，实际上是来打探虚实。司马懿怎么接待这位访客的？他让2个婢女搀着出来，坐都坐不稳，手抖着指自己嘴巴说要喝水。婢女端粥过来，他用嘴去接，洒了一身。他低头看着衣服上的粥渍，眼神涣散，嘴角流着口水。李胜看着心都酸了。李胜对他说，我现在要去荆州赴任，特来辞行。司马懿装作听不清，答道，你要去并州，并州那边胡人多，你要小心啊。李胜大声重复，荆州，不是并州。司马懿点头，眼神空洞，半天才憋出一句，我老了，听不清，听不清。李胜走出司马府，悬着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，回去报告曹爽，司马公已经活不久了，不足为虑。整个曹爽集团从那天起彻底放松了警惕。2个多月后，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，3000死士瞬间控制洛阳，曹爽集团全部覆灭。那一年司马懿70岁，他表演装痴呆那天，每一根手指头都在他自己的精确控制之下。粥洒在哪里？他算过。眼神涣散到什么程度？他算过。把荆州听成并州，这是他故意选的2个发音相近又毫不相干的地名。他要让李胜觉得他不是装的，他是真的脑子坏了。70岁的人进行影帝级的表演。赵蕊评价此笔，义之胜，胜在不以己为己。什么意思？司马懿的胜利胜在他不把司马懿这个身份当作必须维护的东西，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司马懿，不在乎这个名字配不配做这种事，不在乎自己作为老臣、长者、名门之后做装病装痴的事丢不丢人。
他把司马懿3个字变成了一件可以随时穿戴、随时脱下的衣服。这就是赵蕊说的不以己为己。如果司马懿活在今天，他是什么人？他不是那些朋友圈天天晒奋斗的人，不是那些会议室里慷慨激昂的职场领袖，他是你们公司里那个看起来最不起眼的中层。他45岁了，头衔可能是某某副总监、某某高级专员。他在公司待了12年，每次大评审名单出来，有他没他都一样。每次重大架构调整，有人出局，有人空降，他纹丝不动。你跟他在茶水间聊天，他永远在抱怨：我老了，跟不上你们年轻人了。可你提交的方案，他一眼就能看破漏洞。老板批评他，他第一时间认错，姿势低到尘埃里。可你晚上加班路过他工位，看到他屏幕上是一份你想都想不到的关于公司未来3年战略的私人笔记。公司年会上他从不发言，庆功宴他从不喝醉，团建照片上他永远站在最角落，笑容温和，眼神里什么都不曾透露。这样的人在你公司里可能有1、2个，你平时根本注意不到他们。可有一天公司换帅，旧的派系倒台，你发现接班做到原来副总裁位置上的那个人，你愣住了3秒钟才认出那是他。赵蕊说，这种人叫水下的人。水面上的人光鲜热闹，但每一道波纹都看得见。水下的人沉默迟缓，但真实的意图只有他自己知道。那我们普通人怎么把司马懿这把刀翻译成自己用得上的东西？不是让你装病7年，是让你想清楚3件事。第一件，你的脸到底值多少钱？有些脸值得你拼命维护。你对孩子的承诺，你对父母的孝心，你跟最铁朋友之间的信用，这些脸是你的核心资产，是底线，必须守住。但还有大量的脸其实根本不值钱。老板当众批评你，你的脸丢了3分钟，然后呢？然后没有然后。3分钟之后大家继续开会，没人再想这事了。可如果你为了这3分钟的脸当场顶撞老板，你丢的就是接下来3年的晋升机会。同事在背后说你老好人没脾气，你的脸被抹了一层灰。然后呢？然后没有然后。只要他不影响你升职加薪，随他说去。你为了这个名声跟他撕破脸，反而是你拉低自己。学会区分高价脸和低价脸，是中年人的第1门功课。第2件，你要训练自己的延迟反应。司马懿能装病7年，关键不是表演技巧，是他关掉了自己的即时反馈系统。一个普通人被冒犯了，反应是及时的，心跳加快，面红耳赤，立刻想反击回去。这是动物本能，是杏仁核在指挥。但反经要训练你做的，是在杏仁核和反应之间塞进3秒钟的间隔。这3秒钟你做一件事，算我现在反应能得到什么，我现在不反应损失什么。长期看，反应的收益大还是不反应的收益大？9成以上的立刻翻脸。在算完之后你会发现根本不划算。这不是你胆怯了，是你算明白了。怂是无意识的放弃，忍是有意识的选择。这2件事看起来一样，本质完全不同。第3件，你要给自己留一个水下的部分。司马懿70岁还能翻盘，不是因为他70岁还有多大本事，是因为他几十年来一直保留着一个不被人看见的自己。你今天的工作里，你的领导认识你多少？你的同事认识你多少？你的下属认识你多少？如果答案是全部，你已经透明了。透明的人在博弈中最不利，因为对方对你的所有动作都可以预判。中年人最需要做的事，就是给自己保留一个水下的部分。它可以是一个你不告诉同事的副业，可以是一个你坚持了5年的爱好，可以是一笔你不告诉任何人的存款，可以是一个你定期联系但不在朋友圈互动的圈子。
这个水下的部分不是防备谁，是你在这个世界里真正的安全感来源。它意味着哪怕明天被开除，哪怕明天被降职，哪怕明天所有水面上的关系都崩塌了，你还有一块自己的地，水面上的你可以到，水下的你不能到。记住一句话，真正的中年安全感不是你拥有多少别人看得见的东西，而是你拥有多少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第3刀劈完了，他劈的是中年人的脸面焦虑。翻开反经前几卷，你会发现一条清晰的逻辑链。第1刀告诉你，对那些过度完美的人要保持安全距离，因为他们的完美是一种比缺陷更危险的东西。第2刀告诉你，对道德高地的执念要敢于放下，因为很多时候赢了理跟赢了局根本不是一回事。第3刀告诉你，对那些消耗你的脸面要学会精准定价，因为不是所有的脸都值得你去守。这3刀劈下来，你会发现赵蕊这个山中老人写的不是阴谋论，他写的是一份特别平静的决策成本表。每一个动作背后他都在帮你算，算清楚了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，什么时候该装，什么时候该拼，这才是反经真正的厉害之处。现在最后，我们把这件事从书的层面拉回到人的层面。赵蕊为什么写这本书？他真正想留给后人的是什么？合上前面的内容，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，这本书有点冷。他教你识破完美的人，教你放下道德的执念，教你在中年的低谷里装病7年，每一把刀都直接劈在你最不想面对的地方。你可能会问，赵蕊这个人是不是太冷血了？我们最后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把镜头拉回唐朝那座山里，赵蕊写完反经最后一个字是某个深秋的夜里，山风穿过竹林，远处有打更的梆子声一下又一下，屋里那盏油灯结了团灯花，他用一根细竹签轻轻把灯花挑掉。他没有欣喜，没有自夸，他甚至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本书写完了。后来这本书被人发现，被抄录，被传到长安，被宫廷收藏，又被列为禁书。为什么禁？明面上的理由是这本书太实用了，他把官场所有的潜规则都摆到了台面上，他把帝王将相所有的算计拆解给普通人看，他让一个县城小吏可以读懂宰相的思维，让一个普通士兵可以看透将军的谋略。朝廷不能允许这种事，朝廷需要的是君君臣臣那一套漂亮话，需要大家都按规矩来。如果人人都读了反经，人人都变成了明白人，这个体系就转不下去了。所以禁了，一禁就是几十年，但在暗地里，这本书一直在民间流传。在哪些人手里？在那些已经看清世道却还想活下去的人手里。宋代有人偷抄，明代有人改头换面出版，清代有人把它当幕僚的内部教材，直到今天，它从一本禁书慢慢变成了一本奇书，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那种书。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它？因为我们今天的世道跟1300年前山中老人看到的世道并没有本质区别。你看赵蕊当年刻画的那些场景，跟今天的你是不是似曾相识？你以为在公司里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能升职，可你发现真正升职的是那个会陪老板打高尔夫的人。你以为在团队里只要诚实守信就能赢得尊重，可你发现真正被尊重的是那个嘴甜手黑的双面人。你以为只要对领导忠诚就能换来安全感，可你发现真正安全的是那些手里始终捏着备胎的人。你以为这是你这个时代特有的乱象，赵蕊会告诉你，不是，这是人性的底色，不是时代的底色。他写反经不是为了教你成为坏人，他写反经是为了让你在好人的路上走得更远一点。什么意思？一个诚实的人如果只读正经，他会怎么样？
他会兢兢业业的工作，他会真诚地对待每一个同事，他会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，然后他会在某个雨夜被一个他从未防备的人从背后捅一刀，他到死都不知道为什么。而一个老实人如果同时读了反经，他会怎么样？他还是会真诚地对待大多数同事，他还是会相信努力的价值，但他会多一个动作，他会在心里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打一个隐形的标签，标签上写着风险等级、信任额度、合作距离。他不会主动伤害任何人，但他会让那些想伤害他的人找不到下手的机会。这就是赵蕊真正的用心。他不是要让世界变得更阴暗，他是要让那些不肯变坏的人多一层铠甲。我们今天讲的3个人，王莽、项羽、司马懿，其实就是赵蕊摆给你看的3个标本。王莽是一个警告，他告诉你警惕那些过度完美的人，也警惕你自己心里那个企图完美的执念，因为表演到最后，你会失去真实的自己。项羽是一首挽歌，他告诉你警惕道德高地带来的虚假安全感，站住高地你赢得了名声，走下高地你才能赢得人生。司马懿是一个指南，他告诉你人这一生真正的护身符是你愿意把脸面看清。看清不等于不要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守，什么时候该弃。把这3个标本放在一起，你会看到赵蕊写的那句话：人这一辈子要学会在3件事上做精准的成本核算，你的人设、你的执念、你的脸面。这3件事不算账，你就被他们耗死了；算清了账，你就被他们解放了。这就是反经最终极的智慧。它不是阴谋论，是决策成本表；它不是厚黑学，是风险评估手册。它不教你害人，它教你在不害人的前提下把自己保住。讲到这里，我们离开赵蕊，离开那座山，离开唐朝那一盏油灯，回到你身边，回到现在正在听这段话的你。你可能在通勤的地铁上，你可能在加班的工位上，你可能刚跟领导吵了一架，正一个人在楼下抽烟，你可能刚被批评，正坐在出租屋的床边发呆。我想说几句话。第一句，你今天遇到的那些看不懂的事，赵蕊1300年前就看懂了。你不是孤独的，你只是没读过这本书。第二句，你以为你输了，其实你只是在用一套老地图走一条新路，换张地图你还能走。第三句，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是好人就放过你，这个世界也不会因为你读了反经就让你变成坏人。关键在于你读完之后愿意做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赵蕊把所有的反都写了出来，不是因为他喜欢反，而是因为他知道只有看清了所有的反，你才能真正心甘情愿的不被逼迫的选择做一个正的人。看清之后主动选择的正才是真的正，在那之前的正只是没见过世面。最后送你一组对比，读正经是学怎么做人，读反经是学做了人之后怎么不死。知正而行是教养，知反而克制是智慧。愿你读完这本书，心更狠但手更稳，眼更冷但心更暖，算得清账但守得住底。愿你不再为那些按规矩做事却没有结果的夜晚失眠，愿你不再为那些明明占理却输了的瞬间委屈，愿你不再为那些年龄渐长却看不到出路的中年发呆。愿你合上这本书的那一刻，不是变得更加阴暗，而是变得更加自由，因为你终于明白，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应该怎么样，这个世界只有实际是怎么样。看清楚之后，你所做的每一个选择，才真正属于你自己。